数学课上，老师让班里的大聪明解题：如果有一辆火车从波士顿开往纽约，下午3点出发，速度为60英里每小时；另一辆火车从相反方向驶来，4点出发，速度为40英里每小时，两车何时碰头？大聪明使出浑身解数，可惜解开答案的速度还是太慢，轰的一声，两辆火车驶来，学校炸了。本节的主题是好多火车。一位老顽童坐上飞机，不停地埋怨这种新式交通工具，遥想西部时代，滚滚而来的火车布遍全国，人们挤在这种地上飞机里，一手雪茄一手酒，开疆扩土，建设家园，迎来清教徒们崭新的未来。时至今日，老顽童思念着旧时代的影子，掏出吉他为其唱上一首赞歌。这个故事有关美国梦，所有火车都分秒不差，蒸汽机带领国家前进。在那铁道和车轮背后，有一位伟大的英雄，号称铁道侠。传说他以煤为眼，以铁路道钉为标志，在大众点评网上被评为7颗星，脸书上拥有11点赞。他主导着城镇间的连接，把铁路铺满美利坚，穿越旧金山，驶过田纳西，飞渡格兰德河，登上珠穆朗玛峰，造一个最高的迪士尼乐园。要不是因为那一天，他的传奇将一直延续下去。那黑暗的一天，莱特兄弟这对小瘪三发明了飞机，他们嘲笑铁路侠，说飞机不需要铁路也能运送人，不需要蒸汽就能驰骋四方，火车产业将日渐消亡，铁道侠的梦想也将灰飞烟灭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。铁道侠很不甘心，他又逆流而上，以一己之力拯救没落的火车时代。他大骂莱特兄弟，如果上帝想让人类飞，那我们应该出生在鸟巢里，他要让那对小瘪三吃拳头闻臭屁。莱特兄弟当即发起了挑战，他们赌蒸汽火车不能做大翻转这种炫酷的空中特技，如果铁道侠能证明哥俩说错了，他们保证带着飞机离开美利坚，永远不会再回来。要是铁道侠输了，他们就把铁轨全吃下去。铁道侠勇敢地接受了挑战，他忍受着莱特兄弟的嘲笑，埋头设计开发，无奈即使是英雄也无法违抗物理定律。铁道侠用1个月建好了大转盘，把全镇的人召集起来，打算让他们见证奇迹。火车顺着铁轨扶摇直上，开到最高处时掉下来，摔成了一堆废铁。铁道侠遭受惨败，终于接受了自己被时代抛下的现实。但他在临死之前用铁轨当笔，大理当信纸，给那些乘飞机的人写了封信。老顽童弹唱到这里，乘客们全都趴在一侧窗前，去看地上写着什么。压死拉雷，莱特小瘪三儿，飞机重心一歪，终于坠毁，上演了空中版无人生还。NVM 新闻抢先报道，提醒观众朋友们，坐飞机有风险，凑热闹需谨慎。现在转接实地记者巴小爱来看下一则新闻：神秘富豪创办斗牛犬收养中心，只会喊口号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学着点。古有佛祖割肉喂鹰，今天富豪为了证明斗牛犬没有凶性，奉献自身给小可爱们当了午餐。下一则新闻：某男子在公园晨练，意外发现一截断肢。警方通过8天8夜的仔细调查，确认它是一条人腿。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认领，认领者需要拍摄4支照片，以方便警方核对。现在把话筒交给小黄。NVM 的新档节目《大神厨房》，真正的大神不是指特邀嘉宾米其林5星行政大厨，而是我们的主持人嘴遁大神小黄。他将用自己诙谐幽默的语言和丰富的肢体动作，不停地打断大厨的做饭过程，证明自己的厨艺天下无敌。在小黄的一顿节目效果轰炸下，他成功让厨房变得火热朝天。小黄隔空喊话：小七前辈，我要火了！为了节省经费 ，NVM 的节目都是挤在一个房间拍摄的。演播室突然遭遇地震，因为大火引爆了煤气罐，嘴派大厨小黄惨烈捐躯。NVM 总部大楼的震动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。首先是地震，将城市的主干道撕开一条裂缝，单日造成10万起交通事故，裂口喷出红莲地火。因为消防队正在休假，火灾一发不可收拾，迅速席卷全州，包围全国。天佑美利坚，东部是滔天火海，西部是异常气候引来的蝗灾，他们将在中部碰头，变成更强的火焰黄涡。那么书归正题，已知蝗灾速度和火灾速度，他们将在何时碰头？天堂的大聪明，请你提笔解答。话说很久以前，在 AV 界流传着一个笑话，名为小仲马的新人男优面对性感成熟的知名女优，在导演喊出用传教士时，空有先天优势的小仲马却不知道这是啥姿势。堂堂一个色情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居然毫无经验，是个憨处。小仲马沦为业界笑柄。此后，他成为色情大学招生宣传片里的常客。爱大学培养男优女优，填补色情业的角色空缺和各种洞洞，别让纯情小仲马的悲剧再度上演。用理论模型分析就业工具的硬度和长度，并利用辩证唯物论来解构在镜头前与陌生人啪啪，以方便他人学习手工。这一劳动模式的内在意义，它所创造的剩余劳动价值，将如何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？爱大学可供选择的专业，除了最基本的单人、异性、同这3大类，还有修空调、出差、课后辅导、假送披萨、真送机等各种小分类。等拿到大拉丁博士学位，学校还会包毕业后的工作分配。爱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遍布全国，在数千部小电影里挑战各种高难度动作。他们是行业的人上人，也是人下人、人中人、人体三明治。不要犹豫，赶快报名求学吧！
小荡祖上3代都投身色情界，为艺术献了身。轮到他继承祖业，重振家风时，他却被爱大学拒绝。招生老师认为他没有天赋，与其挤破脑袋去闯色情界，不如去当普通演员。于是小荡无奈地进入了话剧圈，用忧郁的神态，完美地演绎了莎翁的名作。功成名就后，有女粉找他相亲，小荡对他毫无感觉，冷冷地拒之门外。没拍过片的女人，他看都懒得看一眼。不过赵骏马看上了这名女粉，强拉强扯间，把名叫玛丽的女孩载去了餐厅。扮演码头的龙套哥粗俗无礼，谈吐毫无涵养，吃饭还吧唧嘴。玛丽深感厌恶，大手一挥，要拜拜了您嘞。这时扮演马屁股的龙套哥出口挽留，玛丽和他一交流，发现他风趣幽默，而且是个性感的小屁屁。从乡下前往大城市，投身话剧圈就是想出人头地，实现被性感女屁屁环绕的美好梦想。马屁很性感，玛丽很喜欢，一人一屁开始约会。马脑袋气得冒烟，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跟屁股成为情敌。玛丽和马屁一起吃饭喝酒逛街，在海边看夕阳，吹着恋爱季节撩拨心弦的风，马脑袋默默流下眼泪。明明是3个人的电影，他为何不能留下姓名？玛丽告诉小屁屁，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也最奇葩的约会，也许是命运让他们相会于此。白天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晚上的深入交流做准备。玛丽借口车要送往家里了，跟马屁住了宾馆，真的那叫一个响。马脑袋被挤到床尾，哀头叹气，他应该在床底而不是在床上。宾馆外，这个世界上演着更多荒唐。一名富有华裔精神的眼镜仔认为世界上所有动物都是人类假，猫狗鸟鱼都只是披着一层假皮。他哀嚎着消失在夜幕中。小动物们忽然撕下自己的皮，露出了伪装的人。他们挤在一起看电视，看到一场血腥拳赛，传奇巨星反转侠刚一上场就倒退走路跑下了擂台。他的对手好好先生以为自己被灭世了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是要叫反转侠剥皮抽筋，生吞活剥。话音刚落，他就被赤脚大仙踩扁。大仙一脚下去，半身不遂；2脚下去，凑成全身不遂。拳赛老板威逼大蟒怪穿上贪吃蛇的皮上台表演，提供节目效果。大蟒怪不想上台，百般哀求老板也没用。为了能和冒热气的家人过圣诞，他无奈上台，被观众们嘲笑装扮太假。大蟒怪一副弱小无助又可怜的模样，上了擂台表演生吞活人。这家伙的胃那叫一个强悍，被吃的好好先生大笑亚没得。观众们还在骂太假了，吃之前不用刀叉切好肉，连血都看不见，这是假吃。大蟒怪吃完了人哭嚎着下台，老板龙颜大悦，要他签3年的陪跑合同，没有工资没有休假，但每天都可以吃人。大蟒怪沉浸在负罪感中，没理老板独自离开。老板恼羞成怒，大蟒怪到处流浪，意外敲开了小荡家的门，来应聘当睡袋。他把嘴一张，小荡往肚子里一钻，睡得那叫一个暖和踏实。半夜饿了，还可以伸手从大蟒怪胃里掏着。好好先生的胳膊腿当鸡腿啃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小荡把这些荒唐事儿拍成小电影，剧情反转、感情戏、人兽、猎奇、暴力血腥、牛头人等元素全都有了。招生老师一拍大腿，我从没看过这么操蛋的玩意儿，你被录取了。从此，一位色情界的抽象派导演应运而生。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。